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伴随比特币通过 SEC 的这个消息，共同出现了一个新的高点。但在新高之后，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比特币同时出现了冲高之后的回落。那么在回落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道指这个位置上处在周线级别啊，第二轮上涨细游的一个八阶阳线的这个位置上，首先我们看到底部出现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第二轮上涨细游走出了悟空阳线和八阶阳线，这意味着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上方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但从日线级别这个角度来看，道指处在一个高位的横盘震荡的走势当中，那这种走势呢，将会为比特币的多头的酝酿带来更多的一些机会。同时，SEC 通过之后比特币通过了美国 SEC 之后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利好。同时呢，周线级别的比特币目前处在一个周线级别第三轮次八阶阳线的这个位置，那上方呢有预期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这个位置上高位震荡还没有走出一个很好的结构，但是初步的形态它走了出来，分别由4小时级别上边线和下边线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主要是实体部分的一个收盘价阴线是收盘价，那个阳线是开盘价共同构成了4小时级别的一个震荡区间。那这样的一个区间主要是围绕46800到45500这样的一个区间做区间震荡。那在未来呢，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结束尾声的时候，在接近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一定会发生变盘。同时，市场当中的热点，我认为是以太坊和今天以太 ETC。那么回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价格这样的一个交易对上来，我们看到这个交易对正在4小时级别上不断冲高上涨。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接近完整的这个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分别由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唐僧阳线构成。那么这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我们期待于已久那么早在10月份，23年10月份，我们就看到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完成了快速下跌的一个过程。这个快速下跌呢，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游。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周线级别下跌细游完成之后，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但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悟空阳线多次被空头消灭，直到最近美国通过了比特币的 SEC 之后，以太坊它有一个更好的预期它有这个上限美国 这个 SEC 这个预期，所以呢，它的表现目前是强于比特币的。我们看到一轮完整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已经出现。同时呢，我们在前面一段行情分析当中给出了在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只要能站稳$2200这个位置站稳之后，证明以太坊就站稳了周线级别的144日均线，实际上是144周均线这个位置站稳之后，上方空间将会被打开。目前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出新的一轮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预期，我们目标点位是在$2900，目前已经基本上已经接近这个目标是在现在是2600很快就会到达这个目标。那这个位置是一个市场当中的一个痛点，这个痛点是源自于21年5月到22年5月这个长期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区，构成的一个压力位。但是比特币目前已经逐渐突破了这段时间的压力位，所以呢，目前比特币是强于以太坊的，但是呢，以太坊的趋势正在和比特币发生逆转，以太坊逐渐走强于比特币。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上，在日线级别上走出了一个完整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在周线级别上甚至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非常标志性的，我们看到这个里的波动振幅达到惊人的18%本周振幅18%的反弹的过程当中，形成了
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上方就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预期，同时呢，上方是一个焦点位，这个圆圈我画了很久了，这是一个近焦点的区域啊，就是上方白色线和黄色线这两条线构成了啊，这里啊一个白色线看图啊，一个黄色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焦点位是有黑洞效应的，这个焦点位目前正把 K 线吸引上来啊，我们是这样解释的，因此目前是以太坊非常强势爆发的一个阶段。那同时呢，我们也看经典以太啊，那经典以太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啊，基本上走完了它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分别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非常巨大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走得非常急速啊。4根阳线涨了出来之后，完成了日线级别上涨细由。那根据我们 K 线细由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里有调整预期，可能会发生小时线级别到15分钟级别的调整。目前看小时线级别调整的概率比较大啊，这个位置上高位收敛震荡完成之后，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认为ETC 经典以太是完全落后于以太坊、落后于比特币的。那 ETC 的主要压力位是在42美金附近，这里是啊，同样是21年5月到22年5月构成的一个筹码迷区，也是一个压力位。那这个位置也是我们 ETC 的一个目标位啊，目前还有50%左右的上涨空间。所以呢 ，ETC 是目前行情当中比较强势上涨的一个龙头，也是当前行情当中在比特币通过SEC 之后，它在市场当中跟随以太坊的一个热点币种啊，这是要重点关注的啊。虽然 ETC 在行情当中往往有反指的称号，但是这轮行情，我认为 ETC 会有一定程度的超跌反弹爆发的行情走出来。然后几个交易日之前，我们说这个 People 代币啊，这个代币它在4小时级别上经历了快速上涨之后，啊，它在4小时级别上完成上涨和下跌之后，做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动作。那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就认为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容易发生变盘。不出我们所料，目前啊，在这个前面几天低点的位置到高点位置已经快速上涨了48%，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涨幅。但下方焦点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个黑洞，有一个吸引力的作用，所以呢，目前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一根阴线。但我认为这个位置上4小时级别上涨斜物完成之后，它的调整时间级别可能是15分钟级别到小时线级别的调整啊。根据我们 K 线细优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样的话，下方的支撑位我认为上移到0.35美金附近。同时呢，我们认为 K 线往往伴随均线去走，所以呢，耐心等待它下方4小时级别1440均线、169均线和 K 线汇合之后，找到一定的支撑进场。啊，是更好的一个机会。同时呢，目前 People 代币仍然是市场当中的热点。我们可以在周线级别上看到，周线级别上它走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悟空阳线，那上方可能会走出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那么看当前的这个悟空阳线，上方的空间是巨大的。然后呢，昨天我提到了一个非常重点的代币 ENS，这是一个 NFT 板块当中啊，以太坊链 NFT 板块当中的一个热门项目，最近几个交易日走势非常良好。但是呢，昨天我也提示了，这轮行情它走的是日线级别上涨细由，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合并 K 线之后的八戒阳线和走的非常怪异的沙僧阳线，最后走出来唐僧阳线，一个极端的上涨行情之后，必然伴随调整。我们看到它的前面几轮行情甚至出现了一个对称时间级别、对称涨幅和跌幅的一个调整过程啊，这里面都是它的一个调整过程。因此呢 ，ENS 在发动了日线级别上涨细由之后，根据我们 K 线细由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位置上存在4小时级别下跌细由调整的一个预期。目前这个预期当中，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已经出现，八节阴线后面这根阳线是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对空头趋势的判断，所以耐心等待它走完它的4小时级别下跌细由的调整过程，才有机会可以介入这种非常强势的币种。对于周线级别的 ENS 来说，还是非常有看点的。目前我们在这几根 K 线上可以看到它的周线级别悟空和八戒阳线，那么上方是有多头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预期的，因此耐心等待它调整过程当中找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去介入这种强势币种，是牛市行情当中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的一个手段。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